這邊學習的有幾個單位啊，一個就是看守所，這看守所呢現在學習的人，他的幹警有60個，學習到現在已經到目前呢，已經有超過50位了。那這個看守所沒學習是什麼樣呢？去年他這個看守所呢，我聽說是捉了6個民警，都是因為違法亂紀被捉的。所以新的所長是公安局的黨委委員兼的，他當了1年多了，1年多怎麼樣呢？這個頭髮白了一大半了，很辛苦。他自己跟我講的，這個看守所裡面關了這個1000多個人，投入了多少錢呢？投入了1億多蓋的新的這1000多個人呢，我們現在知道監獄是什麼一個地方呢？我參觀過他的看守所，一個房子10來平方，關36個人，每個人0.5平方睡覺就一個大床大家排成一排，沒有襪子可穿的，吃着酒這裡面只有一間廁所幾十公分高，還有一個水池，洗冷水的沒有熱水，洗冷水。那這看守所呢，這裡面關的犯人小孩的有好幾十個，都是殺人、搶劫、販毒搶這些，還有好幾十個婦女。這婦女呢，大部分都是殺人犯，很年輕。結果這樣一個地方每一個房間裡面每天大家就要搞來爭哪一個人要睡寬一點，哪一個要第一次吃飯，哪一個要先洗澡，這樣天天吵架。他跟我講，最少一天打架6、7次，最少。之後幹警呢就忙什麼？忙於來調解、請假，還怕打死人。那誰打哪個？比如說你這個幹警管2個倉，你這個倉裡面出人命的，這個幹警的飯碗就丟掉了，那肯定的。所以他很擔心晚上都睡不了覺。這所長也一樣他責任最大，所以他說：“哎呀，那古人說一夜白了頭他說他在看守所就能得到證實真的一夜白了頭。”所以這些這樣的一個生活呢，他的所長當了1年之後老想辭職不幹了可是那領導不給他辭職就找不到方法，不知怎麼辦。結果通過這個學習呢，他們每一期呢去5、6個人去了10期，之後變成什麼樣呢？我那天到他看守所去，40、50個民警在看守所門口鞠躬說早上好。你看沒有見過這樣的幹警，真的沒見過。還有現在大家開會，這個所長開會都非常和諧，沒有爭議。有哪個人提出很過分的要求他們就講你是不是沒學習傳統文化這個人馬上就停了，就是這樣的效果。之後他把《弟子規》這個光盤拿到這看守所裡面去播了10多天，播了10多天怎麼樣呢？打架沒有了。原來大家是因為分飯的时候大家搶，現在呢大家互相讓，吃飯大家互相讓分個湯互相讓，上廁所互相讓，洗澡互相讓。這個單位裡面這些犯人不吵了，不打架了。我去看了他這個關押犯人的這個倉，這個倉裡面像一個學校一樣，這牆壁就貼了仁義禮智信，用牙膏貼上去的，因為他們裡面沒有這個符可以貼，大家用牙膏貼，都把《弟子規》全部寫在那個牆壁上他們都會背誦，比我們寫的還好。牆壁貼了幾百張整個看守所那都上千張家書，他們寫了自己貼上去的。我那天在那裡看了5封信，我不敢看下去，哎呀真的是淚流滿面，哎呀特別激動。就是說來到這裡接觸了傳統文化之後哎呀他感覺到這個人生原來的路搞錯了，所以呢整個看守所變成了這個樣子。我那天在裡面接觸了幾個人，有一個是技術學院的一個校長，他也坐在裡面。他跟我們怎麼講呢？他說他沒坐之前他學校也在推廣《弟子規》學生也有讀，老師也有讀，只有他自己校長沒讀過。他說他從來不知道，只看過他的封面，可是不知道他的內容，因為每天忙於應酬等到捉到監獄裡面去了之後他看了說有這麼好的東西，如果他當領導的時候有學了，他說哪裡還要搞到這裡面來呢？結果他現在在裡面教《弟子規》教那些犯人，哇整整齊齊的。那天我們去看望他。另外還有一位，這一位呢
今年才18歲，他自己跟我講的。他為什麼捉進來呢？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他女朋友是婚前同居的，吵架之後啊，他那天用個鐵錘啊，把他女朋友給他錘死了，打死了這女朋友啊，變成了一屍兩命，結果他就被抓了。可是抓了之後啊，他從來沒有為這件事感到一點後悔，他說就想打死一隻蒼蠅那樣，沒感覺。等到在看守所裡面學了傳統文化之後啊，哇，他特別感觸啊，寫了一封信啊，給他的父母，還有每天呢給他這個女朋友啊懺悔，哭的真的是特別傷心，跟我講，如果他在以前接觸過這個傳統文化，他就不會幹出這樣傻的事了這個人呢也很可能又判死刑了，那不判死刑也要搞個10晚那沒有40-50歲就出不來的很後悔。那除了這些呢還有更加動人的裡面他關了一個犯人，這個犯人判了7年，已經通知書下來了，要去執行了。那本來像他這樣呢，去執行他就好了嗎？而他學了傳統文化之後那天突然跟他廣就說他還有話說要見他所長，結果他所長就見了他了。他跟他的所長講，他說他有個秘密要說出來，就是他被判刑的這個名是假的，不是真的。他的真名是另外一個名，並且他的真人呢在7年前殺死過人，用槍殺了之後呢，他就一直呢把名字改掉。之後呢，他是以犯強姦罪被抓到這個看守所的。他自己呢還幹了什麼事呢？他還販賣了幾10個婦女，每個人賺2萬塊錢去當商陪小姐。他還製造了冰毒工廠，自己說出來的，沒人知道的。他不說，沒有人知道結果那天那所長聽得嚇一跳，說現在的犯人你是怎麼講，你怎麼弄他都不講的，沒有說自己講出來的犯人沒有這樣的，並且他講出來還會死罪的，這個是死罪的。哎呀，那天我見了他這個人，我就問他了，我說你這個講出來會死刑的哦？他說他不怕。那他為什麼不怕呢？就是他家裡面有父母，還有一個妹妹。他說我不想做一個這樣的人因為他怕惡報他說他已經有這7、8年來沒有睡過一個晚上一個好夢一個好覺，沒睡過。因為什麼？他們同參的人都是互相在舉報的，所以他睡覺怕做夢把他這些事給講出來了，給他隔壁的聽到就完蛋了，所以他從來晚上不敢睡覺。結果那天講完之後跟他所長說，我終於能夠睡一個好覺了。你看這麼好的傳統文化，並且這個人我看了他的照片，他被捉的照片，等到他講出來的照片這個人的面相都改了。原來捉他那照片一看就是這個人就是一個黑社會的，那比我還黑。可是呢，現在變成什麼樣呢？像一個讀書人那樣，對這《弟子規》倒背如流。哇，這樣的一個人所以那天我跟他交流了很長時間。所以呢，那天這所長我就問他，我說現在中國有沒有這樣的例子他說肯定沒有，講了之後死都不怕的人梁這個犯人他跟我怎麼說？他說傳統文化太好了，他說他就從來沒聽過。你看他這個人是多少歲加入黑社會的呢？哎呀，很難理解。他是12歲加入黑社會的，現在還很年輕。所以這些如果我們從幼兒園就開講傳統文化，能拯救很多的人。那還有一個呢也是裡面的犯人2兄弟殺死他表哥。哎呀，也是學了傳統文化之後寫的那些家書，我們真的是看不下去。所以那天我跟着看守所的領導說，把裡面這個成千封信給他印出來，他們每個人還把自己犯罪的過程也寫進去，包括他們懺悔的過程。我說你給他印成書之後呢，配上他這個原件的這個原稿複印件，做成一本書送給學校那些學生看讓他們看了之後覺得，哎呀，這個教育這麼重要，還有這人生這麼的重要。所以這個監獄裡面他那所長就跟我講，他說監獄呢其實沒有搞好教育，是一個什麼地方？這監獄裡面這些犯人腦袋都好用，他們大家坐在裡面互相學習作案手段，而學習交流，說你是怎麼作案的，我是怎麼作案的，之後大家吸取對方的精華出來大幹一場都是3進宮、4進宮、5進宮的人，都是這樣的。所以一個人給他捉到監獄去了，是限制他的活動。
可是他有出來的一天啊，他沒有修好，他照樣危害一方，並且呢，他們這犯罪的手段啊更高明，監獄的投資特別大，所以看守所投資多少錢呢、啊？單獨建築基建就投入了1個億，之後呢，裡面呢還有幾十個民警又來管着他的，還有醫生啊，這個後勤保障啊，總共就100多個人，還有一個中隊的武警在守這個監獄。我就問他，我說你這監獄啊，一年的開銷要多少錢？他說要1000多萬，那等於說每個犯人要花1萬來塊錢一年啊，為了這個犯人。那如果採用傳統文化教育呢，多少錢就搞定了？10塊錢就搞定了，就一個光盤啊，10塊錢就把人變好了。這1億多，一年1000多萬，根本就變不好這個人，沒辦法改變他啊。他出去之後更厲害，所以那天這個我說，哎呀，你這裡啊，那高牆都快10米高啊，裡面還放了高壓電。我說你這個地方搞成這個樣子。他說我這個地方啊，這些人一出去，無論哪一個人出去，1平方公里不得安寧。哈，他說我這些人啊，那是厲害的啊。你看裡面的犯人啊，這個樣子。那天我去看了他們這些犯人啊，比在現在我在市面上見到的人還有禮貌。哎，我都忘記了是在一個監獄，我以為在一個學校，還是受過傳統文化教育的學校才有見到這樣的。這些犯人啊，見到人啊，無論是誰啊，我們去看，他跟我們說早上好，鞠躬。啊，我晚上說晚上好，鞠躬。之後大家在學習的時候啊，看着那電視，坐得直直的，盤腿坐在那裡。所以那天我們跟他交談啊，他們說，雖然坐到看守所來，可是還有個好處，就是終於在看守所學到了傳統文化了。哎，在外面還沒學到。他說還有這一點，這回去之後啊，一定要做個好人。接觸的這個看守所，他就幹得比較好。他第一次去學習5個人回來，他那所長啊，就讓這5個人呢，不要跟他那些人在一起，這5個人單獨的來。並且他是怎麼做呢？他每個星期的星期3，他就會把學習過的人，大家坐在這裡來分享，來談。哎，你學習傳統文化之後，你對父母啊怎麼改變啊？家庭的改變，每個星期弄一次，並且學習過的才集中，沒學習過的不給他們在一起。之後每一次，比如說這幾個人去學習了，回來的那天啊，他們就會把學習過的這些人，大家坐在一起啊，喝喝茶啊，談一下學習之後的感想。啊，都是這樣做的，所以他很快啊，現在原來比如說60個幹警，啊，學了5個，慢慢的每一期搞幾個人，啊，現在變成了大家都學習了，剩下幾個人沒學習，啊，他已經是佔了多數了，啊，就能放開了。還有一種呢，啊，這教育還能把什麼給救好呢？上訪戶。現在我們上訪呢是很頭疼的一個事啊，這個都涉及到我們地方幹部的一個正直的問題，啊，比如說你這個事老來上訪。那有考慮到你這個領導稱不稱職，所以這上訪搞得很頭痛。現在誰都頭痛。那我們學習的這個過程呢，辦這個過程呢，啊，也有上訪戶來學習的，啊，有一個惠州的上訪戶，這個上訪戶是怎麼樣的？很出名，在惠州。他呢，是他的先生被車撞死了，後來這件事都一直就糾結不清。這位女同志都快50歲了，每次都在市裡面到省裡面去上訪，並且他上訪哎呀，那還不是一般的上訪。他就穿了一個校服一個校服在我們那邊這死人的時候穿的那衣服，那個校服呢，穿了之後前面就貼個冤字，後面也貼個冤字，很顯眼的，就帶着他2個兒子，跪在市政府的前面，3個人開人大會、開政協會，怎麼哪個地方領導來，他就打聽到了，他就去跪在上呼這個冤枉這件事已經弄了10年8年了，就沒辦法搞定他結果有一次呢，他們這個鎮的一個領導就帶了他們去參加學習了，學習因為這個婦女她自己不願意去，結果2個兒子就去了，學習幾天7天回來，他的兒子找到他信訪局長賠禮道歉給他那宣傳部的那個文明局長發了個信息賠禮道歉，說他給政府添了太多的麻煩了，說他們家不再上訪了，不幹了。那從那時候到目前他們那邊有一個領導是分管他這個人的，因為上訪都有個領導在盯着。他說：“哎呀，我真好，我這個釘嘴戶終於不上訪了，現在從來不來找我了。”他現在什麼情況呢？他媽媽因為沒學習還有這個想法，可是他2個兒子是堅決不幹了。結果他媽媽呢自己也很難行動要行動的這2個兒子就求着他，他把他媽媽的身份證藏起來了，不給他上訪。所以這家人這個上訪這個問題就解決了。還有另外一個上訪的也是惠州的，這個上訪呢。他是有個小孩10來歲曾經被一個神經病給打傷了，並且傷得很嚴重
這頭部啊都裂了一個10來公分的。結果這女孩子呢就住院，他們家父母就上訪，也是不知幹了多少年了，反正好幾年了。那一天的學習呢，這個小女孩啊也去參加了，並且在醫院接出去的。學習7天之後啊，這小女孩原來啊，因為她這件事對她心靈的創傷很嚴重，她都不講話不講話，所以學了7天之後有說有笑還幫人家拿東西拿行李，並且她媽媽跟她回去之後，我那天跟她談了，她說她這上訪了幾年了，我就跟她講，我說你上訪幾年，你得到什麼好處啊？全身都是病，你去看我們現在那麼多的上訪的人，沒有一個身體好的，因為抱怨政府、抱怨領導，搞得自己搞得這個身體都給他搞垮了。所以他這2個人啊，都講了，這幾年的上訪路啊，把他整個家搞得真的是家不成家。所以他這個學習為什麼有效果呢？他終於弄明白了，對別人的不利，其實是對自己的不利。他對這個政府抱怨越嚴重，他得到的傷害越嚴重，所以他就不幹了，很簡單我那邊也有一個這個人還沒學習7天，我們只給他一套聖賢教育改變命運的光盤，他回家看了72小時之後呢，因為有個項目拆遷，他經常去堵路的，經常去的，并且他兄弟有7、8個人在那個村2晚有好幾10個，搞得他這政府沒他辦法。可是他回家，我送了他這個聖賢教育改變命運的光盤之後他回家呢看了72個小時，跟我講是流着眼淚看完的看完之後我就再送他和諧拯救危機，讓他繼續在家裡看。結果政府那天去施工做了準備了，看這個老人家可能又出來了，結果呢老沒來阻攔，結果這些村幹部以為是不是他這個人生病了出不來了，後來一打聽呢，原來是不幹了，現在不幹跟政府作對了。所以一個光盤人性的教育他就能夠把這方面給改變。那從這個看守所，我們剛才說這個犯人改變，那管理人員呢，哇，那就改變就更大了。我那天接觸了他們有些領導，他自己跟我講的，原來是什麼樣也是整天想賺錢結果這些看守所的地方，哪一家的親人捉到裡面去，都是想方設法要去打聽一下到底在裡面怎麼樣或是送點煙送點什麼衣服送點什麼這個。他這個就跟我講，原來沒有學習，無論誰幹這件事，要通過他送點衣服送點什麼比如說送1條煙，他自己要搞他2條他說如果沒有就不給他弄又比如說送1封信也要搞錢報個信也要搞錢。他說現在很多這些地方都很黑的，現在呢改了，很多領導包括幹警都戒煙了那天他的所長戒煙了，原來1天抽3包煙，那因為什麼？我們猜想那煙肯定是人家送的，他那工資能買嗎？可是現在因為學了傳統文化之後不想貪心了，連他幾10年戒不掉的煙都給他戒掉，不抽了跟我講現在就每個月幾千塊的工資生活過得挺好的。他說不搞什麼邪魔歪道的收入了，什麼都幹把這個職責給他弄好，並且那天這個所長當着他們組織部長還有他們縣委領導的面跟他們怎麼說，原來很想爭個官來當。我在場他說部長你不要該給我提官了，我就好好的把我這看守所這些犯人能夠把他幾十%的变成好人我就行了。他說我不想當大官了，你現在給我當我都不幹我把我這些人給他改造過來，我的心願就足了這個他發自內心的說話。他還寫了一個我們學習就寫了一個心得我在自己這裡給大家念一念他是第40期來學習的，2013年11月3號這位所長呢他怎麼寫他說首先感謝我們黃河慈善福利會各位老師是你們這樣辛苦的付出才打開了他人生幸福的大門，讓我們得到了人生目標的喜悅其次呢是感謝許許多多為傳播傳統文化而默默奉獻的先行者正是你們堅持和執着，才有了我們這些後來人。相信不久的將來，有了你們的傳燈和照佑，一定會匯成我中華文明光照四方、拯救世界的光明大道。通過幾天的學習，加深了對我古聖先賢的敬仰，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自豪，同時還有深深的憂慮
難道如此燦爛輝煌的人類文明，就因為我等不肖子孫的糟蹋，即將走向沒落？在此關鍵時刻，覺醒的同胞們、家人們，不要再去討論和懷疑了，趕快行動起來吧！在中華大地上，不論南北，不論地位，不同層次，保衛傳統文化。後面寫行動，行動，前進，前進啊！你看，通過7天學習寫的不長了，可是呢，發自肺腑之言，這個人呢，他是部隊專業的，還是一個戰鬥英雄，立過部隊1等功。他還跟我說，他們看守所的這些幹警呢，原來5點鐘下班，就人着跑的關關的。現在呢，下班的時間到了，還有的幹警在他那個管理那個倉交易這些犯人，到8、9點鐘自己加班不用錢的。我那天接觸了他一個中隊長，哎呀，這個中隊長跟我講，他說他原來自己呢也整天賺的錢就到外面去吃喝，也沒有顧及什麼家庭。現在呢，完全改過來了，把這些犯人看成自己的家人一樣。他說他的職責就讓他們把這人生給他改變過來，另外還有一位也是他裡面的中隊長，他跟我怎麼講？他說原來他的老鄉關在裡面，如果要照顧一下，也要送禮，不送禮就不給他照顧。他的老鄉也不管，2夫妻關係也不行。學習之後哎呀，非常慚愧他說那我現在唯有靠我做個真正的那個共產黨員，把這些犯人來給他教好，以這個呢來回報社會。所以現在我們很多特別是公務員或者當官的，他覺得那學習之後說人不能貪污了，那多不合算他也就有這一點。所以我們在學習的這個慢慢過程也碰到這個問題他們有的說這個學習只能學一點點就行了，有一些道理不要搞太明白，搞太明白就吃虧了。到底當官又不要學習這當官的太重要了，不學習那就很麻煩所以我們接觸了也很多這樣的人，比如說有一定地位的，還有錢的老闆。像我有好幾個朋友也都是在官場裡面做的，都很風光。原來10多年前我都超級羨慕他們，我覺得這樣太好了每天都有人來送禮，多好可是呢，才多少年10來年。你看我有一個他在職的時候也弄了應該有好幾千萬可是呢，法律沒找到他真的沒有。他把這錢搞到哪裡去最後呢，把這個錢他的兒子給他花得光光的現在還負債上千萬。現在就是10來年的時間，很多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現在去看報紙呢，大部分都是這樣的所以越有錢越有權力的人，他越有學習，他沒學習麻煩了，這個賬算錯了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當到市領導的，你說貪污這些錢一輩子都用不着，因為什麼？你到這個位置，你一輩子都有人請你吃飯到哪裡有人請你何必去搞這個錢呢並且呢提個幹部要人家來送禮，我說這個是最沒合算的賬我有幾個朋友，我經常跟他們講，我說這個人你提他送給你10萬塊還5萬塊還100萬不管，他就覺得我們這個交易拉平了，他的心就這樣想的，他以後他不賣你的賬了你現在在職，他還會上你的門，可是你一退休，他馬上就不理你。你如果幫人家實實在在的幫之後呢不求回報，這個人一輩子都感激他這個從現實上就能看得清楚的。那些無形的那就更不用說了，從因果的那就更不用說了。所以現在很多領導吃大虧，在職賺了很多钱。現在我們看今年北京捉了多少個人國家神不齊的捉了好幾位，這些人通通是什麼？因果報應找到這樣的領導，到了50、60歲了，原來都有一定位置，結果抓起來關到監獄裡面去家庭老婆小孩通通都抓了，並且賺到的錢一輩子都用不着。我那天看了一個報道廣州的有一個領導
衛生系統的，貪污了多少錢？1500萬一單，他就貪污這一單。結果這1500萬啊，他也用不着，結果呢又沒地方放銀行又怕被人家查出來，借給親戚又不知道哪個人能相信，在家裡也不敢放，結果他就很辛苦，在那個廣州芳村啊租了一個房子，租房子裡面搞了一個衣櫃，把這1000多萬藏在這個衣櫃裡面，結果他1個月就過去把這個錢搬出來，就數一遍之後呢又給他裝進去，就又走了，這樣裝了弄了多長時間？弄了10年，結果10年之後啊，這件事做起來了，他自己說的，這個錢幹什麼用的？做判他刑的證據用的，沒有別的。所以現在很多在做這種虧本生意的人很多啊。我經常說，如果我們這些出事的這些貪官，他有經過幾天的學習，他這個人生啊就不一樣了，他不會走到這一步，肯定不會走到這一步。關鍵是他沒學習，他以為我做了這些事沒人知道啊，結果呢最後把自己給害死了。那還有這個做生意的啊，那更有學習，做生意的現在很多人做生意賺了錢之後，整天不快樂啊！我們接觸很多做生意的朋友，整天在想什麼？就想，哎呀，我又買一個好的車啊，我又把那個房子蓋大一點啊，還想呢這個稅務能省一點啊，所以整天什麼？整天就是忙着這個應酬吃飯啊！我還認識一個建了幾個億的房子，買一個睡覺的床上千萬睡覺的啊，結果很遺憾，每個晚上都不會睡覺。買了那麼多錢的船，他就睡不了啊！結果呢，他到晚上啊，他因為老過不了嘛，他就打電話給那些朋友，說過來打麻將，還有每個人給人家幾千塊錢來陪他打麻將，打到天亮。結果他後來給錢，人家都不來，誰都怕他，晚上不敢接到他電話，怕他就過去打麻將。所以呢，這些呢，真的是糊塗啊！你看我們那睡覺的船，可能幾十塊就夠了，一躺下去就睡了，那是什麼原因呢？所以現在的人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我們還有一位死的時候剩下60、70億的那天，很年輕，很遺憾，剛死的第2天，他幾個兒子就在打架，大家都找了黑社會來拼，拼了之後呢，都告上法院去了，告上法院，大家都為了爭這個財產打架，後來如果單獨幾個兒子還好一點，外面還來幾個女的帶着小孩來的，說做這個 DNA 的鑑定，他說這個是他的兒子，那個是他的孫子。結果他的兒子也不甘落後，他兒子外面也有女的來說，聽說你家要分財產我這個小孩是哪個兒子的小孩，搞得全家一塌糊塗。這一個人呢沒有學習，真的是弄不明白我那天還接觸了一個死的時候剩下有7、8個億的一個老闆，這個老闆呢到醫院去查了之後確定癌症了，他在廣州就把這人民幣一路上把這人民幣撕成2半扔到池外去，扔了幾百公里回家，他想這個錢沒用把它扔掉，結果回家之後呢就天天發脾氣罵人，結果他們這些兄弟覺得哎呀這樣弄下去怎麼辦結果呢就重新去買通這些醫生，說給他再做檢查，結果在做檢查之後呢就說哎呀他這癌症查錯了，他這一聽很高興第2天白酒100多桌，把什麼野味都上了，所有請客上了很多野味請客，隔了2、3天再擺一次，把這些朋友請過來再幹一次，幹完就死了。你看沒智慧這些人本來這個福報就快沒了還這樣屠宰了那麼多的動物，花掉了那麼多錢把它搞死的。現在很多這樣的老闆很多所以現在哎呀真的是看了真的是挺可憐的，通通什麼問題就是沒有學習，不知道原因，搞得一生呢死都不知道怎麼死法。我們現在好呢，就是我們有個企業我們的企業呢是做這個塑料管這些生意的質量做得非常好，不偷工減料了。現在原來老偷工減料，現在不偷工減料了現在我說如果一個企業沒有學習傳統文化，又想做好產品，那是很難的，因為利益太大。你看像我們做廣道生意的，廣道生意像給水管，這個賬很好算的。現在幾乎所有做這些給水管的這些管道的機器都是3個磨頭的，3個磨頭就是上面這一層大概 5%， 裡面那一層也 5%， 中間的夾層有 90%， 這 90% 是採用廢料做的之後呢這2個 5% 就採用新料。那我們一般1噸原材料，我在這個行業的很清楚，一般1噸原材料現在是13000塊錢13000塊錢呢，廢料是多少錢呢？廢料是4000到8000一噸，我就算買6000塊一噸的吧
這個相差7000塊錢，我們按一年不說多，就說2000噸原材料就行了，2000噸，1噸相差7000塊，就1400萬啊！所以呢，像我們做這企業，真的是放以前啊，哇，那我最少要搞9成廢料進去，最少，肯定還要用那個4000塊一噸的。我覺得這個多好賺啊！變成我們廣道還是黑色的，開污的，看不出來了。哎呀，所以我們做這行業，我也覺得很擔心現在，因為檢測機關都是搞1米去檢測，這1米誰都會做1米好的，就拿去檢測合格了，送到那個真正在用的地方就是9成廢料了，並且呢9成廢料，你看那麼多的利潤，想不幹都不行，真的是。所以我們現在啊，一年也用的量很大啊，隨便用個1-2千噸，我說1-2千噸，1000多萬，我看了這個覺得，我想不賺它，真的是還捨不得。所以我當時我說跟我們理廠說，我說我們企業通通採用原材料，不搞廢料。我們理廠嚇了一跳，說全國都沒這樣幹啊，因為機器它為什麼要做3個磨頭啊？就是給人家偷工減料用的。我們的管道全部採用這種原材料做啊，生意好得很，很多人都指定用我們黃河牌，指定的。所以一年我們都很賺錢，很賺錢。我們賺的錢來辦這個班啊，那是綽綽有餘，很輕鬆的，很輕鬆。所以這因果啊，不可思議啊！按照常理來說，那這樣肯定要倒閉的。那恰恰相反，我們越幹越好。